我的丈母娘为了证明50岁的小伙才是最香的，竟然趁我出差不在家时，把我谈了4年的女友撮合给一位50岁的公司高管。当大叔说出年薪100万时，我的女友竟然也默认了这婚事，一下子就觉得50岁的大叔更有魅力，还通知我他们明天就要举办婚礼。受到刺激的我直接晕倒过去。等我再次苏醒后，发现居然觉醒了神豪系统，系统还甩给我一张烫金腰红色的卡，里面余额竟然有1000亿。主线任务就是花光卡上的余额，第一个支线任务就是24小时花光200万。次日，我抱着一个粉红色的袋子走出银行，想着自己刚刚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进入 VIP 室，在一位长相尚算清秀的银行职员接待下，取出了200万现金，简直如梦似幻。但感受着袋子坠着自己双臂沉甸甸的真实感觉，我这一刻知道自己好像成为了有钱人，而且还不是一般有钱，是非常非常有钱的那种。至于为什么取200万，那是在我被请入 VIP 室后，精神恍惚下的下意识触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在24小时内要花掉这200万。下午5点，3星嘉丽酒店门前人满为患，数不尽的豪车排成一列，宾客上座，热闹非凡。我和好兄弟白羊来的有点晚，此时典礼虽未开始，但司仪已经督促宾客落座。两人穿过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进入典礼场地时遇到了熟人苏瑜。苏瑜挎着的包包估计并不是自己的，而是赵玲玲的。伴娘是苦差事，真正最好的闺蜜显然在帮新娘子收礼份，包里应该是满满的红包。看到我也来了的第一时间，苏瑜的脸上流露出不自然的神色，好像在问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但嘴上当然不会这么说。白羊，小街那边，老同学们都在那桌。顺着苏瑜的手指可以看到距离很近，最靠近出口的桌上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我和白羊很快落座，又是一阵招呼，只是大家的脸上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一丝诧异。他们都知道我和今天新娘子赵玲玲的关系，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即便情商再低的人，也不会当着我的面问出什么不该问的话。于是最无聊的环节开始，有位老同学不经意间掉了一串钥匙，上面印着 BMW。老韩现在行啊，都开上宝马了。自然也有个女孩立刻问道，又不是自己挣的，老爹没少给填补，才买了一辆价格最低的。那位故意掉落车钥匙的老韩连忙表现出谦逊，别管价格低不低，宝马就是宝马。老韩现在在哪儿高就？全场陷入攀比氛围，这种同学间的攀比与显摆，无论在任何一个阶层的同学聚会中都很难避免。我和白羊都听得有些烦，幸好来得晚，典礼很快开始。首先是一段激昂的音乐，说不上土，无不上扬。在司仪的巧舌迷黄下，现场被迫响起了很多次掌声。在掌声中，年仅45岁的新郎满面春风地来到了主舞台，司仪理所当然地调侃起了新郎，很多人发出真诚的笑声。而在笑声之后，当然就是那段每一个人都无比熟悉的结婚进行曲响起。身后6个伴娘花枝招展，众星捧月般与赵玲玲一同缓步前行。坐在角落中的我，目光自然而然地定格在了赵玲玲身上。今天赵玲玲很漂亮，精致的妆容让她顾盼生辉，眼眸中的笑意与期待做不得假，但却让我觉得无比陌生。一丝疼痛在左臂传来，我看向坐在左手边的白羊，发现白羊一脸严肃的神色中带着浓重的警告意味。我知道他在警告什么，于是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我确实没事了，发现自己在看到赵玲玲洋溢着幸福又期待的笑容之后，心里唯一的一丝不甘也没了。之前那些幼稚的想法自然全部被推翻。蒂芙尼品牌的钻石戒指戴在了赵玲玲的手指上，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和尖叫，惊起了数只白鸽飞向天空。在司仪介绍下，一位外国牧师夹着一本圣经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站定后，老套的台词和并不流利的中文脱口而出，格外有神圣感。新郎，你是否愿意娶赵玲玲小姐为妻？无论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你都愿意爱她，守护她，一生一世吗？我愿意。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顾延德先生？无论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你都愿意爱他，照顾他，一生一世吗？白羊的右手压在了我的左腿上，青筋暴起，用力极大。白羊生怕我真的会在这样的时刻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幸好我没有起身的意思，自然也不会上演恒古不变的偶像剧终极戏版。我愿意。很快，赵玲玲口中的那句清晰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中。白羊吁出一口气，拿起了面前倒了半杯香槟的高脚杯。翻篇了。我知道白羊什么意思，也举起酒杯。我笑了笑，语调下沉，确定以及肯定地点了点头。其实早就翻篇了。两人碰杯，一饮而尽，抿了抿嘴，都觉得这香槟味道有些像苹果汁。然后我拎起脚边的粉红色布袋抱住，看向礼账台。白羊一愣，本以为翻篇了就结束了，但看我的举动，好像白羊现在并不知道我现在要去礼账台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可很肯定不是砸场子，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很放松，好像彻底放下了什么。总之与来到这里之前不一样。典礼结束，菜品即将上桌，因为中西混合的原因，相信很快新娘新郎就会开始逐一敬酒。我刚刚抱起粉红包，一只白皙的手就压在了我的肩膀上，回头一看是苏瑜。苏瑜的脸上带着笑，空姐那种职业化微笑，笑得很好看，但仔细看会发现不太真诚。从我和白羊来到这里开始，苏瑜就会时不时观察一下我们俩。通过观察，苏瑜很快发现我提着一个粉红色布兜。苏瑜知道赵玲玲喜欢粉红色，苏瑜很好奇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直到听着赵玲玲洋溢出幸福的那声我愿意，看到白羊和我碰杯，苏瑜察觉出了事情似乎不太妙。苏瑜太了解我们，
觉得这两个人的碰杯像是某些计划的开始。无论是怎样的计划，显然在婚宴中都会让赵玲玲出丑。苏瑜不能让我们闹出什么幺蛾子，必须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苏瑜来到了我身后，用手施压，却装作只是打招呼的模样。说起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我蹙起了好看的眉头，不明所以的看着苏瑜道：我觉得你可能有什么误会。最怕不是误会。这一桌人在两人的对话下一头雾水，但都隐隐感觉到两人针锋相对的原因是旧情所致。我懒得解释，正想挣脱苏瑜的手。这是什么呀？别告诉我是土特产。我懒得解释。苏瑜，坐在我这一侧的人都发现了粉红色布袋，你还管得着别人拉屎放屁？白羊的眼中有些怒意，不只因为现在苏瑜的举动，更因为苏瑜变了很多。苏瑜没看白羊一眼，大脑飞快思考，电光火石间，苏瑜觉得自己知道了我的计划。袋子挺大，看起来鼓鼓的。我既然拎着布袋来到这儿，里面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土特产，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礼物，我和赵玲玲恋爱时互相送的礼物，或是信件。我们两人刚才一定是想拦住从舞台退下来的赵玲玲，把这个袋子交给她，不知是要做撩断还是不甘。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赵玲玲知道，即便两人不闹事，也不能让我去送给赵玲玲这个粉色布袋，因为赵玲玲的现任老公年仅45岁的顾延德绝不想看见我和赵玲玲接触。以这位公司高管的阅历，即便什么都没发生，也能一眼看穿我和赵玲玲的历史关系，这不好。所以苏瑜决定挑破，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羞愧难当，知难而退。这布袋里怕是之前你和玲玲互送的礼物吧？今天来还他做了断，我看不必了，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拿出来丢人。苏瑜说这句话时鼓起了一些勇气，因为连苏瑜自己都觉得尖酸刻薄。我满脸问号，但下一秒明白了苏瑜想歪了啊！桌上的人都没有笑出来，因为话已经挑明，这事说大不大，说小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也不小。你啊，从小就要强，但心思总弄歪。放心，我只随礼，随完礼我就走。说着，我抬起头看向了接近6点快要日落的黄昏，站了起来，然后抱着我的布豆走向不远处的礼账台。苏瑜没能阻拦，因为白羊拉住了苏瑜的手臂，捏得苏瑜生疼。白羊默默看着我的背影，并不知道我说的随钱到底要随多少，是1点还是全部。不过这无所谓，只要不是抢婚，我做什么白羊都会支持。典礼落幕后，现场一片嘈杂，鲜少有人注意到这边角落发生的事情。新郎新娘早已经前去更换礼服，准备接下来的敬酒环节。那6位伴娘坐在不远处，好奇地看着苏瑜，看着那个眉毛长得格外好看的年轻男子，有些认识的神色复杂，有些不认识的不明所以。礼祭台后坐着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框的中年人，只负责记账，重要的是站在旁边正巧来看看礼账，穿着带有红花图案连衣裙的妇人，她是赵玲玲的母亲，今天穿的喜庆，富态的笑容也显得很喜庆，只是在看到我后，这种喜庆笑容戛然而止。我来到礼账台前，礼貌地说了一声阿姨好。赵母虽没了笑容，但还是点了点头，只是脸上某些姿态却掩饰不了，比如居高临下，彼时冷漠疏离。回想1年前，我和赵母第一次见面时也是如此，想必那时赵母的居高临下是懒得和我说话，因为赵母知道我们总会变成陌生人，说那么多又有什么意义？赵母的冷漠疏离是要向赵玲玲表示坚定的态度，绝不能嫁给我，或者说绝不能嫁给一个穷人，哪怕这个穷人好像还挺努力，但那并没有什么卵用，努力的人多了还不是照样穷。赵母年轻时丧夫，为了养活赵玲玲曾吃过很多苦，知道世态炎凉，也明白物质条件对幸福2字有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穷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而作为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希望自己的女儿未来嫁给条件不错的男人，从来不是错误，这很对，我明白这些。我发现自己好像并不讨厌始作俑者的赵母，打完招呼后还有心情夸赞道阿姨今天很漂亮，这是真心话，因为我从没见过赵母笑。再加上今天大喜buff，这位中年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的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心仪的女婿，从此不必担心女儿，不必担心物质上的东西，压在身上多年的沉重担子终于放下，人又怎能不漂亮？赵母闻言有些错愕，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小子也没有那么讨厌。从赵母轻松的语气中，我知道赵母应该放下了，心中因为拆散女儿爱情的些许罪恶感烟消云散。你还很年轻。赵母破天荒的开口，随女方里有很多意思。这句话里有很多意思，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对于我都不重要，我也不打算继续与赵母说话。将粉红色的布袋放在桌上，戴着金丝框眼镜的文雅中年人翻开女方礼账，迅速的写下了张小健3个大字，多少？很是顺口的问了一声200万。我想了想，说了声平地起惊雷，最适合形容现在的场景。以礼账台为中心，附近10米左右的范围内都听到了这个数字。虽然我的声音并不大也不响，但因为之前与苏瑜算得上是略微的小争吵，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所以我所有的动作都落在了人们眼里，说的话自然也让有心看热闹的人们听得很清楚。多少？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抬起头，眼神中满是疑问，以为自己听错了。200万。我很不想再重复一遍，但就是想随这么多。发现周遭异样目光之后，压低了声音又说了一次。之前有些没听清楚却默默看热闹的人们要感谢中年男人，这次听清了，这热闹似乎要闹得很大。赵母的脸色在这一瞬变得很难看，当然不认为我有能力拿出200万，如果能，赵母或许也不会拆散我和玲玲，但赵母确定没听错，那么我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放下都是假的，我是来砸场的。我当然不是来砸场的，只是有自己的理由。解开了布袋勒紧的绳子，放在中年男子眼前，意思是你看。这时苏瑜终于赶到，压低了声音，用斥责的口气怒道：张小健，
你能不能不闹了？闹大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你的脸皮是有多厚？你不嫌丢人吗？可即便苏瑜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声音尽力压低，但因愤怒音量略大，现在竖着耳朵的人太多，甚至一些在周遭忙碌的酒店工作人员都驻足了下来。而这些人的驻足，自然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一时间，礼仗台逐渐辐射成为全场的中心焦点所在。黄昏的晚霞打在这次事件的主角我张小健的脸上，你们想的邪的太多了。之前不慎被苏瑜挣脱的白羊来到了我身边，感受着周遭灼灼的目光，听着苏瑜的话，白羊很生气。白羊觉得我现在心里一定很不好受。苏瑜，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于是白羊决定做一件事情，快速了结这种局面，将已经打开的布兜倒抓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定格在礼仗台，因为那里有个叫白羊的人正在倒东西，倒得很用力。从白羊的肢体表现可以看出，白羊现在很生气，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袋子里倒出来的东西，一叠一叠被捆绑整齐的钞票自袋口倾泻。因为白羊的力量有些大，一捆捆的钞票有些砸在铺着红布的礼仗台上，有些翻起掉落在草地上。这个坠落的过程很快，但在人们眼里很慢，因为坠落的东西是一叠叠钱，一口气将200万全部倒了出来。白羊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好像不太好，但既然白羊这么做了，这事就算完了，走吧。于是哥俩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理会目瞪口呆的人们，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恰逢此时，一道粉红色的晚霞穿破重云，照亮了粉红色的布袋，照亮了粉红色的钞票。婚宴草坪上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安静，落针可闻。远方微风轻拂，帐台上草地中，这些被捆好了的钞票发出沙沙的响声，格外刺耳，就像翻书声，但比翻书声好听。实话实说，200万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尤其对于这场婚宴中绝大多数的南方宾客来说，他们大多都有能力拿出200万，但没人会拿200万随礼，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当人们看着足足200捆钞票横七竖八歪歪扭扭的落在礼仗台上，落在嫩绿的草地中，还是难掩震撼。拿200万随礼，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对于认识我的人来说，这不是有不有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哪来这么多钱？赵母看着眼前这些钱，觉得自己被扇了一个重重的耳光。之前还处于愤怒情绪中的苏瑜眼眸早已无神。作为赵玲玲以及我和白羊的朋友，苏瑜不想看到事情闹大，只想让这场无论有着多少故事的婚礼平静地进行到结束。可现在却因为苏瑜的阻止让事情变得更大。我之前说过，放心，我只随礼，随完礼我就走。我真的只是随礼，随完礼也真的走了。如果不是苏瑜自以为是的去做了一些事情激怒了白羊，白羊也不会将这些钱倒出来。苏瑜忽然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想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什么，所以苏瑜追了出去。而此时一名黑框眼镜的新闻从业者来到了一架摄像机旁，这架摄像机正对着门口的红毯处，如果不出意外，镜头会涵盖到礼仗台。新闻从业者对着摄影大哥说了一声1000，坐在架子上的摄影师心领神会，做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接下来的婚宴有些莫名的尴尬，200万现金虽然很快被整理得一干二净，并且赶在了一对新人敬酒之前，但是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的事，因为有那些所谓的同学朋友存在，现场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刚才随礼随了200万的年轻男子是新娘的前男友。这不赖我，如果不是苏瑜死缠烂打，我会悄悄地结束这一切，至少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但是事情已经发生，自然无法更改。那个小伙子可真豪气，这可是真爱。要是我绝对嫁年轻的，毕竟老顾岁数也太大了点儿。就是，看着出手阔气的程度，不是富二代也是年轻有为。好像还真不是。我认识玲玲的伴娘，伴娘认识她前男友，听说只是在一个普通公司干文员的，那她哪里来这么多钱，还全给随礼了？怕是亏空公账吧？前阵还听说有个会计偷账打赏女主播呢。也是。这种窃窃私语嗡嗡的如同苍蝇般缭绕会场，不止宾客在谈这件事，连酒店人员也不能免俗。在顾延德和新娘来到宴席间敬酒时，这位常年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新郎官终于察觉到了不对。琳琳，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顾延德一边堆积着满是褶子的笑脸，赵玲玲举着高脚杯没有回答。赵玲玲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化妆室的窗口斜对面就是礼仗台，不久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知道。按照道理来讲，现在应该恨结了我，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婚姻。但是为什么恨不起来？不是因为这些钱，或许是因为我还是来了，代表我还有点在乎，有一点在乎就很难恨。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你埋了我，我葬了你，永不联系。或许只有这样，在记忆深处的那个他或他在偶尔想起时才会有美好的一面。我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前任，虽然是他删除了微信，拉黑了电话，但最终我不仅去了他的婚礼，还随了200万礼金。事情发展到如今，有很多意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我坐上白羊的3驴子后座，在街道中驰骋，被微风吹起发丝时，我有些呆，还有些爽，白羊也很爽。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拉风最帅的一幕，是白羊做的道歉。客观上的确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玲玲的婚姻，但主观上还是很难抑制住爽的事实。话说回来，我和玲玲分开时全无预兆，几乎一夜变天。那时我躲在出租屋，像只受伤的狗。赵玲玲和赵母，还有今天那些所谓的同学朋友，谁又真的关心过呢？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
三炉子一路飞驰，最终停落在了一家临江的仓买前，买了2批啤酒，拿了2袋酒鬼花生。我和白杨坐在了江边的石阶上，看着波澜起伏的江面，起开了酒盖。天色渐黑，江面逐渐在视线中模糊，似要与黑夜融为一体。苏雨走在江畔路上，没追到我和白杨，不知道为什么乱走到了这里。苏雨发现这里有些眼熟，没错，那棵有些歪的垂柳还是有些歪，不远处的石地上还是有些黑。这几年的雨水也只是冲淡了一点。这里是我和玲玲还有白杨、苏雨几年前经常烧烤的地方，很多画面在苏雨脑海里开始回溯。那时我和玲玲还很甜，两人经常靠在一起坐在树荫下吹风。白杨是那个干苦力的，点炭烤串一把抓，大热天的经常熏得脸都黑了。苏雨走到树荫下，看到了下方台阶上2个熟悉的背影。苏雨没动，也没开口。下方的我和白杨不知道苏雨正在身后台阶上默默注视，甚至能听到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咕嘟咕嘟的喝了一整罐冰镇啤酒，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通透了不少。老白，我以前看偶像剧经常有个疑问。什么疑问？就是抢婚啊！你说有几个人在结婚之前是没领证的？他们老在人家婚礼上抢婚，抢了不还是人家媳妇儿？至少在法律上绝对是。白杨闻言哈哈一笑，有道理。最后还得回去谈离婚。你说他们穿着婚纱满大街跑什么劲？一说满大街跑，我就想起你了。快递别干了。咋的？你养我？我这人没爹没妈，从小二姨给我养大，关系最近的除了那个跑到魔都去的小妹，就是你。然后我现在很有钱。喝了一口酒的白杨差点没喷出来。咋性取向还变了呢？说的我跟你小媳妇似的。滚！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又黑又壮的？这话我爱听，是事实，没闹。我给了白杨一拳，白杨身子一歪，顺势又喝了一口酒。你有钱是你有钱的事儿，你帮我不客气，但养我这事儿不行，我该干啥还干啥，你别操心。我一听也是这么个理，不劝，抓了一把花生米嚼得嘣嘣作响。现在这天最舒服，到了7月这江边全是蚊子。是啊，记得以阶梯前，人往前看。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别问我怎么有钱的，剩下的都行。不是这个，那你问吧。白杨被憋了回来，沉默了半晌，决定不再刨根问底，拿起啤酒和我干了一下易拉罐。冰凉的啤酒，微凉的晚风。白杨看着远方的江面，忽然开口道：小贱，其实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佩服我啥？我知道你这几个月过得并不好受，要换成是我一定得和你疯狂逼赵玲玲。这3月你不仅一句她的坏话没说过，还不让我说，憋得我挺难受。你又没有处了4年的女朋友，根本不懂的。从大学到工作，人家姑娘最好的4年青春给了我，无论什么理由分的。当男人的还能背后疯狂逼前女友，他又没做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不过就是为了现实考虑罢了。白杨还是不懂。我换位思考了一下，要是我换成是你，恐怕不只会逼，还会巴不得他以后过得不好，后悔。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决定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想法，后来变了。是啊，做他婚宴上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仅存的一点不甘心没了，然后就想把钱随完，赶紧走。为什么要随200万？说来也巧，因为任务取了200万，恰巧我也想随200万。想随200万的原因有点多，慢慢说了起来。4年前吧，那时候他还没家里的那些事儿，我俩就瞎聊瞎抢。他说结婚买房子最好要带江景，他喜欢看江。那时候我俩也都没想能不能买得起，我说买还得买落地窗的。再后来工作了，身边的亲戚朋友哪家没个车，我俩就聊车，想着以后攒钱能买，还兴致勃勃的在网上看了不少。但我知道他最喜欢的是宝马白色的 mini， 我说有一天一定给他买。这时候其实已经心虚了，再后来发现都买不起，最后就分了。说到这儿，我又起了一罐酒，喝了2口。今天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算了算，现在江边江景房新楼不错的得160万左右，宝马 mini 高配的30多万吧，正好差不多200万。所以你就随了200万？白杨没有用问句，而是确定语式。就200万，不能多，不能少。柳树荫下的苏瑜静静的听着，眼眶有些泛红。苏瑜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和我白杨疏远了，但还记得很多个夏天，我们几人坐在火红的炭炉周围，说说笑笑，唱唱闹闹。老白，你知道为啥不能多也不能少吗？不是算好的吗？还有其他意思？我放下啤酒罐，双手撑住自己向后仰的身体，抬起头看向今夜刚刚出现的月牙。我想我答应他的事一定要做到房子和车200万差不多绰绰有余，这是不能少。但因为今后他会消失在我的生命里，他的余生我不能负责，即便以后他想让我负责，我也不会负责，所以也不能多。说到这儿，我又一笑，其实这些只是说服自己的屁话，我只是自私的给自己一个交代，用这些我根本不在乎的一点小钱彻底画上句号。我终究是个普通人啊。沉默良久，白杨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还读懂了另外一层意思。你读懂了什么？白杨笑了笑，没说，他们都不知道。在他们身后站着的苏瑜听完这段话，默默地走了。走了很远很远之后，苏瑜拿起电话拨给了赵玲玲，电话接通，两人出奇的都没有说话。不知过了多久，一直没有说话。赵玲玲放下了无声的手机，看着酒店洗手间镜子中的自己，发现镜子里的女人有点陌生。精致的眼妆让眼部线条上挑突出了一丝妩媚，阴影打得不错，所以脸看起来很瘦，鼻梁也显得很高。腮红让粉底涂抹均匀的脸部看起来有了活力，皮肤现在很白，因露肩妆的关系，锁骨暴露在空气之中更添姿色。但赵玲玲
对自己不熟，因为从未化过如此精致的妆容，但不得不承认，价钱很贵的化妆师的确有2把刷子。今天的确很好看，可惜这么好看有什么用？嫁的人又不是她。脑海中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赵玲玲很平静地叹了一口气。曾经无数次幻想过结婚的这一天，但3个月之前的无数次幻想中，丈夫自然是张小娟，今天不是，所以很好看又有什么意义？赵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镜子里，出现在赵玲玲身边，费力地抱着一个粉红色的袋子。赵玲玲当然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没说话，只是看着镜子里的母亲，在赵母的面容中寻找与自己的相似之处。你要给你的丈夫一个交代。怎么交代？妈，你知道吗？化妆间的窗口斜对着礼账台，他们走了后，您捡钱的样子很像狗。那你又是什么？小母狗呗！汪汪汪汪！怎么能这么作贱？你没所谓了。赵玲玲一摆手，看着眼前如此陌生的女儿，赵母觉得自己的心都在淌血。妈都是为了你好呀，你这么小哪懂得什么是现实？妈吃过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你以后就知道了。这世界谁都会骗你，唯独妈妈不会。想着这些自己这辈子不知道重复了几万次的话，赵母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但根深蒂固的固化思想瞬间打破了这种对自己的质疑。赵母将粉红色袋子放在洗手台上，找个人给他送回去，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这笔钱。言外之意是怕我出事。您还真是善良呢。但赵玲玲明白，自己的母亲只是怕这笔钱会惹来一身糟。我是你妈，我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又不是真的坏人。赵母这番话术弱弱的无比顺口。赵玲玲用做了法式美甲的手指轻触装满钱的布袋，回道：我自己去送。不行，你去告诉顾延德，实话实说，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明天就离婚。赵母的决绝变成惘然，眼前这个女孩还是自己那个听话乖巧的女儿吗？走到洗手间门口，赵玲玲回头补了一句：真要离了，您能分点？这个名字是重音。赵母想拉住赵玲玲的手僵在了半空，再也没有能把自己女儿软禁在家里1个月时的勇气。那张本来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脸，瞬间仿佛老了10岁，褶皱凸显。我只是把你关了1个月，如果你真的一直抵抗下去，妈妈又能拿你怎么样呢？后来你不还是很享受你现任老公给你带来的物质条件吗？你现在全身上下哪一件是你以前买得起的呢？你买了你喜欢的车，装了你梦想中的房子，那时我怎么看你笑得那么开心呢？现在你来怪妈妈，你自己难道一点问题没有？赵母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赵玲玲心里。赵玲玲的脸色变得苍白，赵母揭破了所有伤疤，疤痕下是赵玲玲2个月前放弃了抵抗，投入了顾德言的怀抱，一度非常享受现在的物质充足感。那个身影在所有光鲜亮丽的生活中淡出了脑海。每一个人都会下意识屏蔽一些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并试图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进行自我欺骗。赵玲玲也是如此，没几个人真会承认自己贪慕虚荣，嫌贫爱富。赵玲玲当然也不承认，所以转头就走，再一次进行自我屏蔽。一辆白色的宝马 mini 来到了景阳小区的侧街旁，这时已是深夜，街上鲜少有人走动，只有一对情侣手牵着手压着马路，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背影。宝车上的赵玲玲探出头，看着那对情侣逐渐走远，眼神转到老楼的6楼窗口，那里一片漆黑，拿出手机发了一条微信，开始沉默等待。不知过了多久，赵玲玲感到自己的情绪越来越复杂，打开了车内音响，音响中传来歌声，很应景的唱着。赵玲玲很不喜欢这首应景的歌，想要关掉音响，咚咚咚的声音打断了动作。推开车门，赵玲玲看到了自己约的人，问道：车多钱？此时的白羊骑着自己的3驴子，歪着头看着眼前这白色的宝马咪咪，又看了看赵玲玲道：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念在以前的情分，帮我还他。赵玲玲没回答，左手拎出布袋道：送的礼金哪有还回来的道理，你拿回去吧。赵玲玲看着脸色黑红的白羊，想起我不能喝太多酒，喝多了就会起红疹。我是为了他好。哪里好，非要明说吗？都这样了，还说啥不能明说的？赵玲玲沉默了片刻。这钱哪来的你知道吗？你不怕他出事？不知道。出事？是我太了解他做不出出格的事情，还是你太不了解他，高估了自己的魅力？赵玲玲拎着布袋的手有些僵硬。白羊听着车里传来的往后余声，趁着酒劲儿，你怎么就能肯定小健只有200万？你怎么就能以为只有200万？肯定不是什么好道来的。你真的认为他会去做什么违法的事，在不知道哪里弄来了这些钱，就为了在你婚礼上装个逼？这世界上还有比赵玲玲更了解张小健的收入以及家庭背景的人吗？如果不是邪门歪道，哪里弄来这些钱呢？赵玲玲现在不知道如何开口说服白羊将这200万带回去。收起你自以为是的怜悯嘴脸吧。你知道为什么是200万而不是其他的数字吗？赵玲玲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不多不少，差不多正好可以买你喜欢的房子，你喜欢的车。但你又知道为什么必须要不多不少吗？赵玲玲不知道。因为少了小健觉得对不起以前跟着他的你，多了对不起离开你的自己。这句话有些绕，旁人或许会不明其意，但赵玲玲懂了，这个数字还代表了我彻底放下。简单来说，小健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往后余生都不要。
话毕，三驴子传来了嗡的一声，喷着有些焦黑的制尾气，白羊消失在了侧街上。赵玲玲身在尾气之中，有些呛，有些难闻，但没躲，只是抬起头看向那个熟悉的窗口。窗口亮起了灯，没看到人影，没看到我。我并不知道白羊收到微信去单刀赴会，更不知道楼下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心情很不错，因为终于给自己画上了圆满句号。系统，你在吗？一边脱掉鞋子，我一边在心里问着。主线终极任务，花掉一击积分2.0版，力量果实1。我打开灯，火红色的果实出现在手中，力量果实通体泛红，表皮上有些奇怪的纹路，乍一看像一颗苹果，看着很可口。刚喝完酒，喉咙有些干，一口一口的啃了起来，很水灵，口感不错，还没有果糊，只是为啥这么烫？一股滚烫的热流在身体四处游荡，所过之处的刺痛感传进大脑，幸好没过多久热流消失，身体恢复如初，而且本来有些微醺的感觉也彻底不在。这力量果实还管结局，打开人物面板，力量20，标注偶尔锻炼力量的人。那看来自己之前是属于那种从不锻炼的人。记得自己之前的力量是10，那也就是说一颗力量果实加10的数值。打开积分商城，力量果实、敏捷果实、智慧果实等等出现，兑换积分均是100万。当前积分200万积分，可兑换果实2积分，也就是说还可以吃2颗。玩任何游戏都喜欢点力量的我没有任何犹豫的又兑换了一颗力量果实，然后愕然发现在兑换之后，所有果实兑换所需积分已上涨至1000万。果实兑换规则：一颗果实被成功兑换后，所有果实兑换积分上涨10倍，可通过随机任务削减兑换积分值。我傻了，那岂不是说如果自己再换一颗，下一颗的积分需要1个亿，自己得回家呀，自己必须得败家呀。不过任务也很重要，每一个的奖励都要争取拿到。一边想着，一边又啃了一颗力量果实，力量30，标注经常锻炼力量的人，感受着自己头脑无比清明，全身上下从来没这么有力量过。我满意的想到，明天先去银行取1个亿，最后准备睡觉。只是因为屋子太小，又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粉红豹。这一次没有任由这只玩偶继续在角落里思考人生，我拎起粉红豹的尾巴，毫不犹豫且极为顺手的扔出了窗外，然后像什么都没做过一样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又想到明天去银行的话，数额太大，是不是需要预约？转账1个亿不需要现金，是不是也要预约？但总归自己还是要带点现金的，毕竟今天把200万全随了。白羊那边也要些现金，很想看到白羊给梅姨钱的时候，梅姨是什么表情。一边想着有的没的，眼皮渐渐沉重。赵玲玲没走，也没上车，就这样静静的看着那扇亮起灯的窗口看了很久，直到看到一个人影，看到一个不明物体飞速坠落。赵玲玲走上前，捡起了那只粉红豹，看着熟悉的它，用力拍掉了粘在它毛绒身上的尘土，然后走回车里，把粉红豹放在副驾驶上，关掉了本来声音就不大的音乐，但没有踩油门。眼前夜色迷离，微风轻拂发丝，赵玲玲仰着头，尽量不让眼眶内的泪水冲出。这一刻，赵玲玲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丢了，或许再也找不回来了。清晨的阳光透过廉价的窗帘斑斑点点的落在出租屋中，我准时醒来，困意很快消散。打开窗帘看了看窗外不咋地的景色，竟有些精神抖擞。来到狭小的卫生间开始洗漱。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了一些不同，以前的我基本从不锻炼，所以没有半点胸肌，现在怎么有了轮廓？不顾嘴里的牙膏沫子，看了看自己的小腹，一块块腹肌已有凸起，手臂好像也粗了一小圈，稍稍一攥拳，感觉自己的力气好像大了很多。记得自己的力量是30，标注是经常锻炼力量的人。从这个描述就可以看出并不厉害，但自己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似乎只说明自己以前孱弱到了什么地步。如果一直吃力量果实，自己不会变成健美男吧？起了鸡皮疙瘩，觉得健美壮汉实在毫无美感，欣赏不了。洗漱完毕，我走到卧室，拎起了一个黑色空书包。今天星期一，按理来说现在应该冲去楼下的早餐摊吃一顿早餐，然后乖乖的挤公交车去上班，但显而易见现在不打算去了。要说这世界上最折磨人的事情其中之一，一定有上着明知毫无前途且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班，却还不得不天天去上班。拿出手机找到直属上级老王拨通。喂，小姐，啥事？王哥，我准备离职了。不行。老王的回答斩钉截铁。接下来是教育时间。老王问我有没有找到下家，离职了打算去做什么？我难道回答说离职了才有更多的时间去花好像自己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所以只能支支吾吾。听我含含糊糊，一直以来关系都不错的老王就更不同意了。最后的结果是，我不是要强留你，而是你啥都没想好就离职，这我肯定不同意。我先给你做个3天带薪假期吧，3天之后你想好了到公司来找我。挂断电话后推门下楼，来到了自己吃了很多年的早餐摊，点了一碗豆浆，2根油条，一边啃油条一边思考有钱人的早餐应该吃什么。自己这个消费水平现在是肯定不合格的，一定要挥霍起来，要浪起来，消费积分才能蹭蹭涨，才能换果实换技能书。没等想明白应该怎么挥霍，就听到了在这卖了12年豆浆油条的老两口窃窃私语，还能再多开2小时点钱。行，小兰毕竟要上大学了，外人这个外地话是大，咱多攒点钱总凑。两口子一边说着话一边招呼着客人。我的印象里，小兰还是个扎着冲天辫的小丫头片子，原来一晃也已经要上大学了。现在的我随手就能拿出10万8万，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结账。吃好了，5块。老头子拿出有些脏的二维码卡片，我拿手机一扫，输入1000，点击确定，到账1000元。到账1000元。顿时我心叫不好，啥时候这小摊还有这智能的提示功能了？老两口一听1000都愣了。账没事儿，按错了吧？我给你找回去，你手机拿来。旁边几桌吃早餐的人们齐刷刷的瞅了过来。没按错，小兰我也见过，这一晃挺多年了。上大学不得办个升学宴，就当我随礼了。说完这句话，心中暗自吐槽自己咋那么爱随礼呢？不行不行，这钱算存我这儿了啊，以后慢慢扣。8点出头，银行还没开门，24小时的自动提款室道还开着。将红卡插入卡槽，那熟悉的红底界面再次出现。我琢磨了一下，这卡也不知道怎么和网银绑定，不如就给自己的卡里转几百万，以后各种消费也方便很多。然后按了转账，发现输入数字这个条框下有一行小，本卡转账最低额度1000万。我觉得自己被鄙视了，这到底是什么高端卡？插入取款机不仅会更换页面，没有密码，转个账还有最低额度。一气之下，我按了起来，先转1个亿，输入完金额，拿出了自己的那张储蓄卡，仔仔细细将卡号打上，又对了一遍，点击确定。显示屏上出现户主张 X 键后，再次点击确定，然后莫名感到了一丝紧张。不一会，手机短信提示响起，您的账户于2019年5月31日807分款项人民币1往2400元。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开始砰砰狂跳，这一大堆零实在有点目眩神迷。做了3个深呼吸，点击返回，然后选择取款。早上就想好了，以后出门应该都是高档场所，依照偶像影视剧里的高端场所看，都是要给小费的，总不能刷微信给人家小费，自己身上没事团个10万8万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取个80万放家里也方便。红卡的页面选项里只有10万、20万、40万、80万，一想反正10万也是取，80万也是拿，就选择了80万。今天有备而来，黑色空书包被拎到身前，只是毕竟穷，以前取钱最多也就是几千块钱，不太懂提款机的机制。提款机一般设有4超箱，一超箱放满是20万，按照道理来讲，一台提款机满额的确有80万，但是通常银行都不会把4超箱放满，放1到2个比较常见。而更重要的是，这家银行的名字后缀是景阳支行，周遭是老城贫民区，取款量很少，所以这里一般只放1超箱。再抛去昨天陆续的取款，眼前这台取款机哪里能取出80万？不过并不知道这些，敞开了自己的大书包，看着钞票在出钞口刷刷，仿佛要飞溅出来，感觉很幸福。取出1叠、2叠、3叠，逼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经历过一次，知道这破提款机又没钱了。看向左边那台，发现上面贴了个小纸条，写着维修。没等站起蹲着的身子，提款室的门被推开，保安大哥再次出现，还有点脸熟，可能因为昨天我举起双手，一脸冷汗的模样让保安大哥记忆深刻。保安大哥竟认出了我，又是你。我略感尴尬，不好意思，又给取没钱了。张小健又被请入了 VIP 区。小伙子，你挺有钱啊。在这之前和保安大哥坐在马路牙子上闲聊，等待银行开门。还行，我只能这么回答，不可能告诉这位大哥。小弟署名的银行卡里刚存了1个亿，目标10天花没。那位昨天帮我取款的小姐来到银行时，我已经巴巴的抽了2根长白山。先生可以办理业务了。银行终于开门，我回头仔细看了看他的胸牌，得知了他叫林青。林青从保安大哥那得知了我又把提款机提空了，不由得感到很是怪异。按照常理来说，拥有无码卡的人非富即贵，当然知道大额提现取款机是不行的。如果数额过大都需要预约。更重要的是，昨天林青帮我取款的那张红卡，不仅是一张无码卡，还是拥有内部权限。这种权限体现在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刷卡后，在后台屏幕上甚至都看不到卡内银额。而拥有这2种特质的银行卡，一般来说已经不仅只是非富即贵这么简单。作为一名从业人员，能服务拥有这种红卡的人无是荣幸。所以即便我盯着林青的胸卡看了半天，林青也没表现出不悦。先生，请问今天取多少？服务态度好到没话说，林青的脸上挂着微笑，丝毫没有以前我去柜台取钱时那些服务人员带死不活的劲儿。我想了想，没有用红卡将自己的银行卡递了过去，然后拎起了那个塞了点钱的书包问道，你看这能装潢多少？清早，大清早的。银行柜台后几位银行职员倒水的倒水，打哈欠的打哈欠。看到这一幕，纷纷放下手头的事。林青莹有点不知所措，虽然年轻，但也在银行干了3年了，还是个小官，但从未见过有人来取钱提这个大书包，还来问人家这能装多少的。差不多还是200万吧。不过林青毕竟是专业的，粗略估算了一下，昨天那个粉色布袋能装200万，这个书包比粉红色布袋大点有限。我点了点头，行，那就取200万。这么随意的吗？200万其实已经算是大额提取，一般情况下在支行里是要预约的，但幸好昨天我取钱之后消耗掉了支行的余粮，金库昨晚上又送来了1000万，而且因为那张红卡，林青知道即便是现调钱来也得给我取，所以林青点了点头，接过了我的卡，却发现不是红卡，而最普通的纯趣卡。林青毫不怀疑这张普通银行卡里的数额，只是在我输入完密码之后，通过后台看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林青很快得知了正确的数字，捏着普通银行卡的手稍微抖了抖，1个亿，别说景阳支行，即便是在江城总行工作的人员，也少能见到有1亿余额的用户。先生，您这张卡是普通卡，不如我给您换一张顶级 VIP 卡，以后您取钱什么的，走到哪里都会享受 VIP 待遇。
并且卡号不变。卡号不变当然是贴心的服务，但对我没什么区别，倒是 VIP 服务不错。我点头，可以。林青立刻准备起了材料，周遭有其他同事看到林青拿出了那张宛如镇店之宝的顶级金卡，不由得都瞪大了眼珠。景阳支行只有10张这种卡，10年没发放出去，因为需要储值额度3000万起。但今天坐在柜台前穿着廉价 T 恤的年轻男子居然够，并且还是在这鸟不拉屎的支行办理了这张金卡业务。这是从哪冒出来的暴发户？不怪银行职员觉得我是暴发户，因为大多数拥有3000万现金资产，并且不太需要动用只是存储的人，都是行业精英，有名有姓。无数金融从业者会像苍蝇一样天天围绕着这些人，哪轮得着这群小支行的职员给办理金卡？刨除有名有姓，刨除行业精英，那除了暴发户还剩下什么？而且我那件衣服都有些松松垮垮，哪有行业精英穿这玩意儿的？同时他们也开始羡慕林青，要知道银行的储值业务都算做业绩，林青帮我换卡不仅仅是换卡这么简单，这一过手换成了金卡。办理人的材料上写着林青2字，里面的储值数额自然就算是林青的业绩，而且3000万只是起步。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林青当然不会说，的确有自己的小心思，但也无可厚非，并且帮到了客户，利落的打印出材料递给我，我刷刷签上名字，业务很快完毕，一张崭新的金卡递到了我手中，并不知道这张卡在景阳支行里吃了多少年的灰，放进了书包前隔层里，听着挑号机发出的连续脆响，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有钱真好。离开银行时，林青将我送到了门口，并递上了一张名片。张先生，以后要是有大额取款，最好先打个电话，银行也得有个准备。我很满意林青的服务，并且这丫头长得干净，着装利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怎么看都觉得顺眼。放心，以后有事我肯定先给你打电话。林青笑了笑，与我挥手。还有，张先生以后不要去提款机取大额了，那里面没多少钱。我尴尬一笑，也挥了挥手，心想贫穷现实想象。小时候总以为提款机里的钱是无限的，后来这想法也没改变，因为实在没啥钱，这能赖谁？背着黑色大书包一路前行，想着今天应该去哪儿浪一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先别浪了。有2件事需要办，一是要帮白羊还了网贷，虽说那点钱现在看来实在太小，但知道好哥们白羊一天不把这钱还完，心里就不踏实，早还早利索。二是应该去二姨那儿看一看，想来也有3个月没回去了，二姨这辈子过得苦，还摊上个不省心的闺女，现在有钱了，自然要让二姨过上好日子。不过细节得斟酌，要真拿个100万现金给二姨，怕是老太太得下进医院，这事得循序渐进。正想着这些有的没的，鉴于宿主以往过于贫穷，为提升宿主大方程度，触发随机任务。随机任务散财，2小时内将不低于跟10万数额的人民币分智能系统将自动判别是否成功，是否作弊。我傻了，尤其是看着这行鉴于宿主以往过于贫穷的字，心想这是被系统鄙视了。抬眼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走回到景阳小区门口，这时的时间大概是9点左右，早市还没散，人倒不少，可这财子怎么散？难道让自己拿着一叠叠钱满大街送人？就算自己敢送，路人敢要吗？别被人当成精神病揍一顿就好不错了，而且还有时间限制2个小时，这可怎么办？脑袋飞速运转，虽然智力只有15，但我确实不是白痴，想到了一个办法，然后立刻准备。先找了个角落，卸下背包，拿出10万块钱放在地上，将这些钱银上的绑纸拆掉，然后再拉紧拉链背上书包，最后左手捡起5万，右手捡起5万，回到了小区门口。这个点正是那些晚起床的年轻人赶着去上班的黄金时段。我很快找到了猎物，看到了一个穿着牛仔背背裤，踩着一双白色运动鞋走路似乎都要带起风的女孩。女孩辗转腾挪，连续超过大爷大妈，越过年轻小伙，不知是遇到了什么着急的事。就你了！我一狠心，在女孩急转时直挺挺地冲了过去。当我撞倒景阳小区门口那个疾步如风的女孩后，扬起了双手，整整10万元的粉红色钞票漫天飞舞，下起了钱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瞳孔几乎同一时间放大。女孩被撞了个跟头，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视线被飘飘荡荡的钞票占据。女孩只知道刚才想绕过前面走路太慢的老奶奶，谁知道撞上了一个人。着眼前的场景，这人手里捏着的好像全是钱，很多很多钱。我没被撞倒，但故意腿一歪，以一个摔不太疼的姿势倒地，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最广角的余光迅速观察周围状况。周遭至少有70、80号人站住了脚步，甚至距离有3、400米，扫大街阿姨都看向了这边。不错，不错，但是怎么没人上来捡？现在人们的素质这么高吗？我又等待了一会，直到10万大钞挥挥洒洒的彻底落地，有人眼神中流露出跃跃欲试时，决定加一把火。哎呦！然后是一句极其做作的我晕了。我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极其具备光棍精神的闭上了眼睛。当有第一个人来捡起钞票时，第二个人就会紧随而至。大爷、大妈、小伙、大闺女，这时速度一个比一个快，有个老爷子甚至拐棍都扔了，强悍的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叶墨竹也就是被撞倒的女孩傻了，只来得及将身前的钱拢住，就看到在极短的时间内，落在地上的这粉红钞票被捡了个精光。你们不能走，这钱不是你们的！不知哪来的勇气，叶墨竹这高喊着。这时居然有人不要脸的回答道：这不也是怕被风刮飞了吗？我们这都是帮忙啊！最臭不要脸的就是说这句话的年轻人，20多岁，剃了个小平头，之前距离叶墨竹最近，凭借天时地利捡了最多，一边说一边退，一个转身后撒丫子开始跑，有一个跑就有第二
12个人跑，然后鸟兽群散。事情不过发生了几分钟，远处看热闹的钢锯龙这边已经分完赃，个个跑得不见踪影。有些年纪大的腿脚实在不好，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急得一脑门汗，画面看起来有点滑稽。最后周遭只剩下了一对父女，女儿30多岁站在轮椅后面，轮椅上坐着个老头，表情愤然。没素质，这帮人真没素质，拾金不昧就这么难吗？丫头，这钱给你。说着，老头伸出了干瘪枕皱的手，递过来了钞票，就1张。叶墨竹讷讷地接了过来，不知这位老人家是打心眼里是个好人，还是就捡了1张。再加上坐着轮椅不方便跑路，在这装拾金不昧。叶墨竹看了一眼，并不知道是在装死的我，心想这些钱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万一真有个急事，醒过来后不得哭死啊！作为良好公民，叶墨竹从小就被贯彻了有事就报警的思维模式，于是拿出电话报了警。一听报警，我急了，好好的任务应该已经完成，牵扯警察叔叔进来可就不好玩了。我张开双眼准备阻止，谁知道那中年妇人推着轮椅正巧来看我，轮椅上的老头好像虽然腿脚不好使，但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还挺有劲儿。见我睁开眼睛，立刻道：孩子，没事，你先别着急起来，你缓缓。那边叶墨竹语速那叫一个快，通过极其简单的描述，已经将整个事情说完。就在景阳小区门口。为时已晚，认命的我背着自己的沉重大书包坐了起来。叶墨竹放下电话，看到我坐了起来，关心道：你没事吧？我有事。想一想也对，那么多钱撒在地上，这么会功夫就被抢没了。作为当事人怎么能没事？叶墨竹一想是自己撞到了我，内疚感涌上心头。对不起，是我走得太快了。说到这，小姑娘眼眶一红，似是感觉自己摊上了大事，就要哭出来了。我的关注点不在钱上，刚才眼前的女孩也已经报了警，没办法，只能等警察叔叔到来。心里一点也不急，只能看着马上要潸然泪下的女孩。这些想法一闪而过，立刻在心里骂到自己：你这个畜生，人家为你急得都快哭了，你还在这欣赏。不过这小区里怎么就忽然冒出了一个长得这么好看的女孩？呸，你是真的贱，你别哭啊，没事没事的。经过简单的心理倾压，我终于开口。叶墨竹以为我只是好心在安慰，那颗晶莹剔透的眼泪就坠了下来。我赶紧摸了摸兜，本想拿张纸出来，但兜里空空，只有钱。无奈之下来到叶墨竹面前，于是出现了奇妙的一幕。这件事情的利益实际受害人的我开始安慰因为这件事情毫发无伤只做了一个大屁墩的叶墨竹，并且安慰的时间有点长。你先别哭行吗？我没事，真没事。反反复复都是那句你先别哭行吗？我没事，真没事。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对小情侣吵架，因为我越安慰叶墨竹越哭，一直哭到警察叔叔终于来到。谁报的警？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有些魔幻，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本来就不打算要这些钱，但正义感爆棚的警察叔叔坚决不同意，并且直接在物业抬了一张桌放在小区门口。轮椅上的老头和自己的闺女也是好热闹的主，还帮警察叔叔出谋划策。微信群，别说，老头还挺潮，想出了一个绝妙计策，当即拍案喊道：10分钟之后，以景阳小区为中心，辐射附近10几个小区的业主群群长都发出了一条消息：近日景阳小区门口一个小伙不慎被撞，10万元散落被抢夺一空，警方已全面介入，烦请各位业主遵循拾金不昧的社会原则，将捡走的钱原数奉还。警方已在小区门口设有办事处，勿要心存侥幸。警方警告各位，如若下午4时没有自行归还，接案抢劫罪论。4时之后会通过监控性信息甄别上门寻人。这条信息当然不是警察叔叔编的，怎么样？有文采吧？老头编完还得意洋洋道。名为江明的民警有点心切，民警办事要懂得变通，清官难断家事是老话，平头百姓的家长里短，纠纠缠缠有时候最麻烦。你小子学着吧。听这话，老头应该认识江明，怕是个退下来的干部。别说老头真有一手，这微信群一刷屏，没过10分钟就有人来还钱。更出乎意料的是，一传十，十传百，没过1个小时，所谓的只有一张破桌子的办事处就收回来8万多。我在后面瞅着，心头那叫一个苦啊！好不容易散出去的，咋就又回来了？爷爷你真厉害，太有办法了。叶墨竹则止住了眼泪，还取代了妇人的位置，站在轮椅后给老头捏背。这次您可过瘾了。老头志得意满，一脸高兴。女儿叹了口气，没有人知道这时我的心里有多苦。江明看钱差不多了，就先将钱递给我，下次可得注意点，不是背着包呢吗？怎么还手里拿着这么多钱？我心想，包里也全是钱，都快塞不下了。江明还在警告着我，灵光一现，双手没接钱，反而捧住了江明握钱的双手，还差1万多，估计一会还能收回来。再说一遍以后注意。我灵光一现，双手没接钱，反而捧住了江明握钱的双手，用拙劣的演技动情地说道：警察叔叔，我很感动，我真的非常感动。现在网上处处贬低我们的和谐主义社会，说什么不敢扶老人，人性冷漠疏离，自私自利，我看全是假的。你看，谁说我们的人民群众素质低下？这是一群拾金不昧、道德高尚的平民百姓啊！国有此民，何愁不强，何愁不富？我决定了，这8万多按照刚才来还钱的人平均分配，
全场一片哗然，都觉得我是不是有病。然而我的动情演讲还未结束，抬起手指指着之前跑得最快那小子，这是对你们拾金不昧、微不足道的奖励，这是给人性的奖励。那小子脸一红，想要钻进地缝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总会发生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今天景阳小区门前的拾金不昧事件一定是其中之一。激昂演讲之后，那群之前来还钱，没准还在兜里私藏了几百块，现在他还站在这里，主要是为了看热闹的人们傻了。世界上真有这好事？这小子是不是脑袋真的进水了？竟然要给我们分钱！但在人们眼中，脑袋进水的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接过了江明手中的8万多，放在桌上，装作热泪盈眶，太感动了，我太感动了。然后一转头，分别看向叶墨竹、老头、江明，愣着干啥？来帮忙啊！荒诞，荒诞至极。不过钱是我的，当然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江明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民警，之前收钱的时候都用一张纸记录了姓名以及数目，数目不重要，知道有多少人很重要。我自顾自的拿起了这张单子，35个人，算整数8万3除以35等于2371，4省5入，一人2400元。这笔钱对每一个人来说说多不多，说少出门就减2400也绝不算少。我看着第一个名字开始喊道。叶墨竹。站在老头身后的叶墨竹一愣，这还有自己的事儿？我的视线放在前方，没注意身后，等了好一会儿没人回答，只好再喊一声叶墨竹。是我。我刚刚得知了这个女孩的名字，是你啊？那你等会儿吧，咱们最后再算。叶墨竹没理解什么叫最后再算，我有自己的小心思，能清晰的看到系统任务，触发随机任务，散财2小时内将不低于10万数额的人民币分封给路人。智能最苦中的文字的描述非常重要。什么叫智能系统将自动判辨是否成功是否作弊？现在虽说收回来8万多，全分发出去人数是够了，但万一没来还钱的人拿走的钱不计算在散财任务中，可怎么办？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再多拿2万块钱分出去，决定分给叶墨竹，以确保万无一失。而且这个丫头的确心地善良，被撞倒了不说，还帮着护住了1万多。第一个上交并好心报警，这样的女孩难道不值得奖励？当然值得。下一个名字孙达，一个20多岁皮肤黝黑的小伙子站了出来，我刷刷点了2400递给了小伙子，脑海中传来了叮的一声，任务散财完成进度开10万2400，人数11。原来还有任务提示，果然要不是自己机智，白白散出10万块也完成不了任务。赵雪，系统智能跟真的很智能。一个30多岁的大妈拎着菜篮子，带着微笑走了出来，我又点了2400，顺利散财。叶墨竹，怎么又喊我？帮我点钱。我将手里的8万多扫了叶墨竹手中，专心的看着单子，喊起了名字。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以最快的速度变成了一个曲折离奇的小故事，像病毒一般迅速传播。幸好35人数量不多，没等这事传出太远，没引来太多人围观，散财计划就完美结束。临了时，我诚挚的邀请江明老头还有叶墨竹去自己的家里坐坐。老头第一个句小子有点意思，我这腿头上楼太费劲，就不去了。所里的事还很多，我也不去了。江明第二个婉拒，不过我必须得说2句，你要真感动大家拾金不昧，不如去捐些钱给慈善机构。那些偏远山村的孩子，得了重病的患者，更需要钱来解燃眉之急。不愧是人民警察，觉悟就是高。我连忙点头表示赞同，然后看向了不仅青春还很清纯的叶墨竹，你必须得去，我还没谢谢你。叶墨竹一拍小脑袋，瞳孔有些失焦，似是想起了很重要的事。不行，我也有急事，要不是耽误在这早走了。我有必须邀请叶墨竹上楼的理由，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差上趟楼。说着，脑袋一转，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理由。先是看了一眼周遭还在围观的群众，警察叔叔，你看这周围人多眼杂的，我自己回去，万一被跟上了。然后对着江明道，江明一听也有道理，你也别差那10分钟，跟我走一趟，正好一会儿您和叶墨竹一块走。江明没有拒绝的理由，刚刚分发出去了近10万，现在这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我有钱，保不齐就有鬼迷心窍的人做出不法之事，还是送我回去安全些。可以。听到警察叔叔同意，叶墨竹想了想，欲言又止后点了点头，与老头告别。我领路，江明与叶墨竹紧跟。果不其然，3人的动向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关注。都散了吧，别跟着。江明虽然只是民警，但从未忘记过在警校中学过的反侦查手段，在偌大的景阳小区中足足溜了3圈，江明才点头确定身后没有人跟踪。我带着2人一路上楼，只是打开自己大门后，忽然察觉到了身后2人的情绪怪异。他们觉得怪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家也太破了，明显年久失修，有些掉漆的门框，老到好像随时都要散架的折叠桌，更不要提随便一眼就能看到凸起的地板。这房子怎么能是随随便便就扔丢了10万块的人居住之所？我也无法解释。抽出了2把腿脚都有些残缺的椅子，很顺手的垫上了2本书。先坐，我换一件衣服马上就来。江明和叶墨竹坐了下来，对视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心中在想什么。我虚掩了半扇门，将沉重的书包放在地上。之所以必须邀请2人上楼，是因为大庭广众之下实在不好在包里拿钱，现在当然就无所谓了。半扇门足够挡住2人的视线，随手换了一件 T 恤，拿出了2万块钱，回到狭小的客厅，将钱放到桌上。今早撞你身上了，实在抱歉，你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钱你收着，有时间去上医院做个检查。难道不是我装的你吗？我帮了你什么？难道是点钱？如果按照高平日里的为人处事，这钱当然不能收。只是叶墨竹抿了一下嘴唇，露出了为难之色。怎么？没什么，谢谢你。
这意思就是同意了。江明闻言眉头一蹙，显然没想到叶墨竹居然真的会收。不过这是个人的事，谈不上对或错。这世界上又有几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经得起钱砸的？我也本以为这个印象极好的女孩会拒绝，脑袋里还准备了一大堆说辞。现在看来，钱这个东西果然是有无穷的魔力。不过这样也好，听着系统传来完成任务的叮的一声。那个江叔，咱知道国家正在打黑反腐，钱我就不送您了。我想问个事儿。江明义一听露出了笑容，觉得我越看越顺眼。我要真拿钱出来，江明一定会摔门就走。现在则没有发生这样的尴尬。什么事？那个所里的桌椅板凳需不需要换一波？有没有官方的捐款项目需要钱的？这小子是不是有钱烧的，把脑袋烧坏了？景阳派出所的桌椅板凳自然不需要更换，即便需要也不可能是我的钱来换，而近期也的确没什么官方核审过后的捐款项目，所以只能和江明加了个微信。江叔，以后真有需要钱的事儿，您找我，义不容辞。江明苦笑摆了摆手，起身准备走。叶墨竹有些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江明一起下了楼。值得注意的是，我并没有加叶墨竹的微信，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很痛快地收下了那2万块。送走两人后，我躺在了床上，很迅速地领取了这次随机任务给予的积分和10本技能书。现在犯了难，因为技能书的原因，打开人物技能岗，那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技能的海量选项，让我有些懵，不知道自己该加一些什么技能，需要一些什么技能，只好先左看看右看看。打开篮球，子项目出现。跳投、运球、扣篮、3分等等，篮球中的这些子项目都有上限，需要提高身体属性才能继续提高。又打开知识中的历史一栏，子项目中出现了唐宋元明清等等，想要将这些历史学点满也不容易，需要人物属性中的智力属性足够高。最奇葩的还有生活选项，其中务农也列了出来，什么种地施肥事无巨细。我就这么翻看着，不知不觉竟然看了2个小时。看到赛车一栏，在想自己要不要玩玩漂移，毕竟漂移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而看到厨艺一项，在想自己要不要成为厨神，做出周星星电影中那最牛的蛋炒饭。还有歌唱选项，现在华语乐坛人丁批驳，早已没有人能像90年代的4大天王以及后来的杰伦兄那么具备统治力。自己要不要成为下一代歌神，能歪歪的事实在太多。就在这样的左思右想中，最终还是没用掉技能书，反而睡了过去。睡梦中又梦到了赵玲玲，看到赵玲玲在抱着粉红豹哭，不过这一次毫无触动，转身就走。只是走着走着又回到了原点，赵玲玲的脸居然换成了苏瑜，然后就醒了过来，睁开双眼看到了自家老旧的天花板，一歪头，那个装满钞票的书包也映入眼帘，将脑海中还萦绕的梦境甩掉。看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是下午1点，肚子很自觉地叫了起来，有些不想出门，点开了外卖软件，很顺手地点了一份不贵的砂锅油饼，这才想起来自己应该吃点好，不过既然点了退也麻烦，更何况点的这家砂锅油饼店真心挺好吃。坐在老旧的折叠桌前等外卖，决定技能书还是先不用为图，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现点也方便。然后习惯地打开了手机，先是刷了刷新闻，然后点开了微博热搜，想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故事。热搜头一条是某少年偶像在餐厅抽烟，真是闲出屁了，这点事也能对得起那个豹子。总营销号又是一顿深度挖掘，连带着和这位少年偶像一起吃饭的明星全上了热搜。无聊下拉，手指一滑，看到了一行触目惊心的自59小伙给前女友随礼200万。这不会，进入新闻页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博明的社会趣闻的营销账号，新闻标题是小伙装穷惨遭拜金女分手，拜金女婚礼上遭小伙200万现金打脸。这是我吗？没看下面半真半假详细描述，点开了视频，果然白羊道抓着布袋道钱的一幕开始播放，一叠叠的钱就像垃圾一样从布袋中倾泻而出，周遭的人们表情极为精彩，写满了震撼、惊愕与难以相信。视频清晰程度很高，甚至连一些微表情都可以在手机这么小的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直到白羊和我潇洒就走，这极短的视频也播放完毕。幸好当时我和白羊都是背对镜头，没有拍到任何脸部特写。自己上热搜了，忽然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人生中第一次上热搜，需不需要截屏纪念一下？有点不对。视频退出后，很自然的看到了下面的评论，小伙道钱的姿势真帅，还有没有这样的前男友？请给我来一卡车。噗，差点没喷出来。明白了，原来自己并不是主角，所有人都以为道钱的小伙，也就是白羊，才是新娘子的前男友，而我只是有钱小伙的朋友，仅此而已。往下继续看，此时我只想知道嫁给45岁叔叔的新娘子是什么感受。嘘，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后续的剧情是新娘子当日离婚，与前男友重归于好。当然在微博评论中最少不了存在感的评论就是难道只有我一个讨厌前男友吗？点开这条评论，下面是整齐划一的，是的，只有你一个。返回上一条界面，看着各种五花八门的评论，笑得前仰后合，仿佛这条新闻中的主角不是他。为什么我的前男友在我婚礼的当天只给我发了个7块4毛的红包？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后面评论70等于死，在后面楼上真相了，楼上的楼上瞎什么大实话，前男友忘记告诉去前女友他是富二代，狗头表情。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正在刷博的我，推开门接过外卖，放下了手机，打开餐盒，吃了几口，忍不住拨通了白羊的电话。喂，老白，干啥呢？你说呢？我还能干什么？无非就是在风雨之中穿梭，在大地之上奔波。最近没少看书啊，臭屁词越来越多了。你知道你上热搜了吗？还行，不知小剑兄有何赐教？
我上那门子的热搜，忘记你昨天道歉的潇洒姿势了。白羊愕然真上了，微博热搜第59，他们都以为你是前男友，那我需不需要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下？要不然不是玷污了我守身如玉的24年情侣，滚吧你！你那边需要的钱，我是给你转账还是要现金？晚上一块喝点吧，我带硬货去，你在家等着。行，挂断了电话。美滋滋的在豆腐丸子锅里夹出了丸子，并不知道在家如此悠闲刷博。楼下小区里有新闻媒体人找我都找疯了。江城本地的社会民生新闻团队下午1点30分赶到了景阳小区，一位记者拿着话筒正在四处采访，最终确定了散财事件发生的地点，然后发现对面有一家仓买。记者毫不犹豫地找到了这家仓买的店主，一位50多岁看见镜头连忙捯饬了2下头发的大妈。大妈，您知道今天上午发生了什么吗？知道啊，有个小伙子摔了，手里的钱全洒了，漫天飘。那您知道后来的事吗？知道啊，后来警察来了，我们业主群都收到了信息，说是不还钱就得按抢劫罪论。那你说这平头百姓哪敢不还呀？全回来还钱了。哎呦，你可不知道啊。后来呢？那小伙子看到这些人拾金不昧，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嘴里说什么他很感动，说什么社会薄凉全是假的，然后把收回来的钱又都给送出去了。我就是回来的晚，要不然也能分点。记者一笑，觉得这事太有意思。大妈，那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爬窗户看的呗。长枪短炮新闻车是大阵仗，但新闻团队最终还是没有查到我具体住在哪里，倒是搜罗了一箩筐添油加醋的采访，尤其是没事遛弯的老头老太太，一看见摄像机就跟看见手机自拍摄像头似的，那姿势那笑容一言难尽。幸好最终找到了景阳派出所，找到了江明，还原了事实真相。在打探过后，记者试图想要让江明联系我，却被这位在基层干了10几年的老片警强硬回绝。你们觉得能随手扔10万的人会在乎采访吗？他没那么闲。不得不说，我那股子想要拿贡献给社会的劲儿，多多少少让江明高看了一眼，自然也想保护一点。但实际上，江明觉得不闲的我现在很闲，准确无误的将汤底最后一颗混着粉面子的肉丸夹出吃掉。很闲的我打了一个饱嗝，将后背靠到椅背上，没敢使劲，因为椅腿还垫了2本书，看着边边角角都已经发霉的天花板，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买房子了。的确应该买，这破房子早就不应该继续住了。不过买房子好麻烦啊，想到这点，决定今天还是算了。这房子破归破，但多住几天还是住得了的。从3本大学毕业之后就在一直工作，除了所谓的每周2天，但其实也没少加班的假期，一直都在坐公交、挤地铁、写文件、做表格。现在终于闲下来了，先舒服睡2天再说。水足饭饱后又倒在了床上，这一觉没做梦，一直到下午4点，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才又醒了过来。刚洗了一把脸，咚咚的敲门声就传进耳中，拿着干毛巾一边擦脸一边开门。打开门时毛巾正好挡着眼，一转身看都没看到。买啥好吃的了？我现在还不太饿。你怎么知道我买菜了？放下毛巾，回头看到了叶墨竹。怎么是你？最后还是没有解释。就是我啊。看着他手里拎着的透明塑料袋里有肉类有青菜，一时无语，心想现在女孩都这么主动了吗？这才见一面就要给上门做饭了吗？还是因为自己长得实在太帅？呸，对自己有明确的认知，虽然长得还行，但绝不至于让女孩如此主动。那么叶墨竹现在如此主动，自然是因为钱。本来对叶墨竹的印象很好，但现在的确从很好变成了很不好。不过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明知叶墨竹此番前来醉翁之意不在调，还是说道：先进来再说。叶墨竹踏进这狭小的破屋，先将自己买的菜放在桌上，然后抿了一下嘴唇说道：有2个事想和你说。我坐了下来，点了点头。第一件事是，今天早上是我太着急，冒冒失失的撞倒了你，不是你撞倒了我。然后叶墨竹深吸了一口气，软绵绵的说：所以为了赔礼道歉，我想给你做顿饭行吗？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没想出个所以然，只能沉默。可是看着表情变得可怜兮兮，一副哀求模样，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眸怎么能说不行？行吧，那第2件事。第2件事能吃完饭说吗？行吧，可是我家厨房有点儿……没事，我很擅长这方面的。我觉得剧本不对，具体哪里不对也不知道，也不敢问。就这样看着叶墨竹冲进了那狭小到只有一长条，转个身都费劲的厨房。叶墨竹没说谎，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无论是擦锅洗菜、拖地切肉，都做得井井有条，熟练到不行。听着厨房里哐咚咚的声音，莫名觉得眼前这幅画面很有烟火气的美感。手持一把菜刀的叶墨竹露出了一小段手臂，露出的侧脸专注而认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束光，落在身上镀上了一层光辉。最可爱的是2条小麻花辫，随着剁肉的节奏在肩膀上蹦蹦跳跳。虽明知这姑娘别有所图，但还是禁不住在心里想到，这姑娘有点可爱啊。叶墨竹不知道我内心深处在想什么，麻利的将肉馅剁完，最终又叹了一口气，不禁在心里又问自己，难道因为彻底放下了，自己就又发春了？现在自己是不是看头母猪都会觉得眉清腕木秀？叶墨竹仍在厨房忙活，我本想要装作若无其事，但却控制不住自己，总会看上那么2眼。时间1分1秒在流逝，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白羊应该快到了，要让白羊看见自己家里有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在做饭，自己是不是百口莫辩？这嘴贫的小子会不会直接对叶墨竹喊一声嫂子？
想曹操，曹操就到。我来到门前，脑袋里千回百转，最终却还是只能放弃。打开了门，然后嘴微微张大，略作期待状。苏瑜俏生生的站在门外，手里提着2、3个餐盒。怎么不欢迎？不是，你怎么来了？苏瑜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声音，女人的第6感忽然爆发。怎么？有女人？我侧身，略感尴尬道：是有一个。看见我让出了路，苏瑜杀气十足的提着自己带来的饭菜走进了屋子里，然后苏瑜和厨房里的叶墨竹四目相对，我仿佛看到了一丝火花。介绍一下，苏瑜打量着叶墨竹，我左看看右看看。苏瑜姐姐你好。这位苏瑜。厨房里的叶墨竹半侧着身子，很礼貌的点了点头。苏瑜一股怒意冲上胸口，女人最避讳的就是年龄。别叫姐姐，叫姥姥，叫我苏瑜就行。好的，苏瑜姐姐。只是看着叶墨竹还在对着自己纯真的笑，苏瑜只好强压怒火，先坐先坐。我连忙接过苏瑜提来的饭菜放在桌上。那个少做点吧。苏瑜也带了饭菜来。哦，是女朋友吧？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别瞎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苏瑜，问道。叶墨竹一转眼珠，察觉到了2人之间好像有些不能明说的故事，赶紧继续他的晚餐。然后我和苏瑜四目相对。实话说，这2年2人见面已经非常少了。一是因为苏瑜当了空姐之后实在太忙，天天满世界飞；二是因为接触的千层圈子不一样了，自然很难再像小时候那般总在一起待着。所以3个月前和昨天发生的事，我并不怪苏瑜会站在赵玲玲一边，只是一眼，2人瞬间后都规避开来。昨天我说苏瑜从小就要强是事实，但后面那句心思总用歪，实际上有气在里面，只是苏瑜后来走了捷径。如果非要刨根问底，恐怕是因为苏瑜小时候看别人有什么自己也必须要有，长大之后想要攀上枝头当凤凰的心底欲望也从未隐藏过，这或许也叫坦诚。2人对视过一眼后，苏瑜率先开口：我来有2件事。我觉得这句台词有些耳熟，不禁看了一眼厨房里的叶墨竹，发现他果然用余光在往这边瞟，一副竖起耳朵来的模样。第一件事，我和你道歉，昨天的话太多尖酸刻薄。我昨天想了很多关于物质财富与幸福是否关联的问题，最终得到的答案是有关联，但不完全关联。所以玲玲的选择未必是对的，我不应该一味的从现实角度出发而站在她的一边。还有，这2年我的确飘了，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一度也曾看不起你的工作，但却完全没想过工作和品行是真的全无关联。我最不喜欢煽情。那么第2件呢？我听着这番话笑了笑。第2件，容我酝酿酝酿。你们女人都喜欢卖关子吗？话还没说完，咚咚咚的敲门再次响起。好吗？今儿本来的正主终于到了。我打开门。今天的晚餐很丰盛，全部来自于客人。被撕碎的烧鸡和切片的酱牛肉是白羊带来的，一大盘水煮鱼加上小龙虾以及素炒青菜是苏瑜的。叶墨竹做了4个菜，家常凉菜、红烧鸡翅、糖醋排骨、辣椒炒肉，一看一闻就知道色香味俱全。因为桌子实在有些狭小，一共9个菜只好用叠盘的方法挤在一起。除了桌子狭小，客厅也很狭小，如果要强行挤4个人，怕是连抬筷子都费劲。所以最终我和白羊决定站着吃，叶墨竹与苏瑜则可以享受女子优先的权利，坐着那2把变了书的椅子。明天我要去买个房子，感到局促的我确定以及肯定的这样想着。白羊则左看看右看看，显而易见一直处于懵逼状态。不是说好哥俩喝点酒了吗？怎么来了2美女？苏瑜就不说了，可是眼前这挂着个小围裙扎着一对麻花辫的姑娘是谁？不记得我认识这么一个姑娘了，名字也好听，叶墨竹。这姑娘到底从哪骗来的？然后白羊随便夹了一个鸡翅放在嘴里咀嚼，心头忽然生出了极度的满足感。白羊发誓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翅。这鸡翅怎么了？好奇之下，我和苏瑜一人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后，感觉鸡翅好像融化掉了，美味的汤汁瞬间击中味蕾。3人再次同时下筷，这次的目标是糖醋排骨。这顿饭最终的结果是叶墨竹做的4菜被一扫而空，而苏瑜和白羊买来的东西却几乎没怎么动过。被扫空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好吃，即便像苏瑜这种算是见过些大世面、去过些名馆子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叶墨竹厨艺了得。叶墨竹见自己做的菜这么受欢迎，喜笑颜开，于是变得越发可爱。将餐桌收拾一尽，我拍了拍自己的肚皮，看了看苏瑜，看了看叶墨竹。不瞒你们说，你们今天都和我说有2件事情，并且都说了1件，藏了1件。现在谁先来说第2件事？你先。叶墨竹咬了咬嘴唇，犹豫了片刻，最终决定开门见山。我需要50万。无法摆脱小农思维的我身子还是一抖。小丫头片子胃口倒是不小，一开口就是50万。要50万做什么？这是什么套路？我看着叶墨竹一脸的坦然，感到疑惑。我同学的父亲进了 ICU。这难道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吗？我不是傻子，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便再傻的人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也会有防备之心。能具体点吗？叶墨竹决定豁出去了。需要多具体？能多具体就有多具体。叶墨竹点了点头，用之前在景阳小区门口报警的极快语速开始诉说。